哎呀，太不小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川 K， 红米又发小金刚了。今天就请各位跟着镜头一起，在各种生活场景中狠狠的来折磨一下这一台 Redmi Note 15 Pro Plus。想必各位的手机都需要充电吧？看似一切正常，当我们的 Redmi Note 15 Pro Plus 再不往里放，马上就要蹦极了。恰巧你一个不留神，突然站起来，靠！这都没事。那想必各位都需要洗澡吧？洗澡回个消息，听听歌，是不是很正常？看似一切正常啊，恰巧你一个不留神，手机和浴室的瓷砖就会亲密接触了。好，这都没事。想必各位都需要下楼梯吧？边走路边玩手机，是不是很正常？那看似一切正常啊，恰巧你一个不留神，哎呀，太不小心了。我操，这到底算是有事儿还没事儿啊？这我他妈也很难评了。我说实话，屏幕是没事儿，但是中框确实摔烂了已经。那想必各位都需要洗衣服吧？平时手机放裤兜，哎，是不是很正常？那恰巧你一个不留神，手机也一起洗了。夏天的衣服薄，洗个15分钟就能够洗干净。而你躺在沙发上，直到快洗完才发现手机它不在兜里。哦，这都没问题，牛逼。OK， 这台 Redmi Note 15 Pro 加经过我们一整天的摧残，有跌落，有泡水，有拿热水冲。那经过这一整天的摧残以后呢，这款产品依旧扛下来了哈。这款产品现在无论是相机还是屏幕触控都没有任何问题，功能性一切正常。不过呢，在第二个楼梯跌落的时候呢，它的中框确实出现了这个磕碰。不过整体的品质还是扛过了我们一整天的摧残，这个还是可以点个赞的。那这次我们选择的呢，都是很多人生活中会遇到的场景，因为对于这个价位段的用户来说，手机不是炫耀的资本，而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工具。当然了，更加极致的测试呢，我们也做了啊，比如在约1米的水深中，将手机浸泡30分钟，浸泡后的手机触控、影像也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反复做了跌落测试，在桌面高度将手机重复跌落20次，跌落后屏幕没碎，触控也没有问题。所以说 Redmi 小金刚实战品质之王，名副其实。